大家可能见过有些人嘴角突然长了一串小水泡，大概长图上这样。你问他怎么了？最近熬夜劳累，没睡好。最近吃烧烤上火了。这其实就是单纯疱疹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不是口角炎吗？其实两者还真不太一样。口角炎又叫口角糜烂，最常见的诱因是口水过多，只有少部分人是缺乏维生素引起的。口角炎大多表现为双侧口角发红，产生裂隙，还可能会引起疼痛。而单纯疱疹是由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，表现为嘴唇周围一颗颗的水泡。单纯疱疹病毒有两型，引起口腔感染的主要为病毒1型，全世界约有66%的人口存在 HSV1 感染。病毒2型则主要感染生殖器。别看名字里有单纯2字，这个病毒一点都不单纯，一旦感染就会终身潜伏于人的三叉神经节。当身体疲劳、日晒、发热、创伤时，单纯疱疹病毒可以被再次激活，发生继发性感染。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唇疱疹。复发性唇疱疹最常见的部位就是嘴唇与皮肤交界处，俗称烂嘴角。少数复发性损害可能影响牙龈、硬腭、颊黏膜。疱疹破溃后可表现为口腔溃疡，所以有的人一加班就长，一到经期就长，甚至有些人从小到大一直反复长，就是因为潜伏在体内，病毒被激活了。这种继发性感染的病程一般为7到10天，可以自愈。在发病后2到3周，身体内的抗体水平最高，此后又会下降到较低水平。复发频率可以高达1月1次，也可低至1年2次。这个病毒会传染吗？单纯疱疹内的液体中含有大量病毒，疱疹破裂时会造成病毒的播散，传染性很强。事实上，没有症状的时候也可能具有传染性，因此出现类似症状的人群都注意避免跟爱人及孩子亲吻，共用餐具、水杯、水瓶、毛巾、唇膏等，降低家人被感染的风险。如果家中有儿童，尤其是6个月到2岁的婴幼儿，千万不要乱亲孩子，他们的免疫系统不成熟，很容易被感染。婴幼儿首次感染单纯疱疹病毒，可能没有任何症状，也可能会出现发热、烦躁、流涎、拒食、口臭、淋巴结肿大等比较明显的全身症状。随后1到2天出现口腔黏膜广泛充血水肿，形成疱疹性隐口炎，更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。2017年出生在美国爱荷华州的 Mariana Seyfried， 出生健康的她，却在出生后不久被诊断出感染了1型单纯疱疹病毒。病毒感染导致她患上脑膜炎，最终在出生后18天不幸去世。医生判断 Mariana 很可能是被一个携带1型单纯疱疹病毒的人亲吻后感染的。感染了怎么办？单纯疱疹的继发性感染通常比原发性感染症状更轻，病程更短，多数情况下可以不用治疗，等待其自行愈合，或仅仅使用一些含利多卡因的外用局麻药来缓解轻度不适。不过有些情况下要等其自愈，怕是要度日如年，比如那种疱疹数量非常多、范围也比较大的情况，虽然最终也能够自行恢复，但一来可能要经历较长的病程，二来对日常饮食、生活的影响也不小。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考虑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缩短病程，减少痛苦。目前认为核苷类抗病毒药物是抗单纯疱疹病毒最有效的药物。口服抗病毒药物主要有阿昔洛韦、范昔洛韦、伐昔洛韦。这几种药哪种更好？简单来说，阿昔洛韦对 HSV1 和 HSV2 的体外活性最大，但范昔洛韦和伐昔洛韦的口服生物利用度高于阿昔洛韦，并且用药频次更低，因此3种药物均可使用。对于能够耐受口服药物的患者，可能使用范昔洛韦或伐昔洛韦会更方便。下面是原发感染具体用法，大家可以截图保存。这是复发感染具体用法。抗病毒药物尽早服用效果更好。研究显示，如果在唇部病变前24小时会出现前驱症状，包括疼痛、烧灼感、麻刺感、瘙痒，就开始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。病变愈合时间可缩短1到2天。
最后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，如何预防复发？很遗憾，这个真的很难预防。不过部分朋友的唇疱疹是有明确诱因的，可以进行一些干预，比如有些患者复发的诱因是日光暴露，那么避免强烈的紫外线和使用防晒霜可能有助于预防复发。此外，有一些外科操作，比如三叉神经减压术，导致单纯疱疹在激活的风险也很高。医生通常会在为数期预防性的给予抗病毒药物。最后就是保持睡眠充足、营养丰富，增强自身抵抗力了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。